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官方发布了影片抢先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次有什么活动啊，然后活动里面要怎样获得这些道具之类的。那首先就是关于孙武的部分啊，这个在之前孙武的技能介绍里面也是有跟大家解释过，跟你们讲过要怎样去获得，要拿到这个竹简去兑换，活动里面可以拿到多少的竹简，又或者是你们可以通过花钱的方式去购买孙武批。但它最贵的价格就是28块新加坡币，后面就没有了，所以他这一次拿到的雕像其实还比较少一点了。再来就是统帅重置的活动，然后活动出现的时间呢是在1月23日到2月6日，总共是有大概15天的时间，2个星期吧，是已经足够大家慢慢去更换了。虽然我个人是比较希望可以延长到1个月的时间啦。那能够兑换的统帅呢，不一定要觉醒，你们卡技能可能5511、5515都是可以拿去置换的。但是你们拿去重置的时候，你们要注意啊，它返还的时候，它是给你指定统帅的雕像跟镜头，它不是把你所有你已经消耗过的那些雕像全部都会变成通用镜头的。但是它那个费用呢是根据通用镜头来计算的，就比方说你们看这个画面，像它里面投资了 CP 的雕像进去嘛，190颗，但是它这边说统帅的雕像费用其实是100颗宝石1颗，它只是计算这个通用镜头而已，所以总共它只是需要消耗5万宝石，这个就是它的计算方式。也就是说，如果你那个统帅呢，可能你用的指定雕像比较多，可能有400颗，然后通用雕像呢就可能只有290颗，你就只是需要花29000宝石就可以了，取决于你放了多少的通用镜头。那如果你是想着说你只是想要一换一部分啊，可能你不要换500，你可能只是想要拿回200，可不可以？这个也是不可以的。那当你们置换了之后，就会拿回原本你投资过的所有东西，然后只有一位统帅而已，它不像之前统帅置换这样子，你可以换2个统帅。所以也就是说，当你们重置了之后，你就会获得一个有60等级的统帅，但是是没有升到任何的技能的。所以在选择统帅上面呢，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可能以前有一些统帅你已经卡了技能，但是现在没有用了，就比方说像武田信玄啊、本多忠胜这些统帅都是现在没有什么用到了。下一个活动就是关于军器淬炼系统，那么在这里就有说到这个淬炼系统有什么功能，你可以使用淬炼石来提升你的军器属性。那他这边所讲的内容呢，其实跟邮件里面讲的差不多啊，就是它能够提升的部分呢，就包括步兵、骑兵、工兵、工程车的攻击力、防御力、生命值、行军速度，还有所有伤害而已。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提升一些什么野蛮人的伤害提升，或者是其他东西的话，是没有办法的。那除了所有伤害之外，提升呢都是 0.2% 的。如果是所有伤害你们要提升的话，只有 0.1% 而已，因为所有伤害它最多只能提升到 2% 嘛。所以像官方这边演示的画面呢，这个只有 2.9 嘛，它提升了 2% 之后就会变成 3.1， 像这个 3.2 它提升了之后就会变成 3.4 这样子，以此类推。这里就有一个演示动画给大家看，它就是提升 0.2% 而已。所以这个淬炼系统其实就是给那些有追求更高素质的大佬他们去玩的活动，因为这个淬炼石其实你要获得的途径很少而已。还有像刚刚我所讲的所有伤害，它只会提升 0.1% 而已，从原本 1.7 变成 1.8。 然后获得方法呢，就像我之前所推测的那样啊，就是你必须要拥有征服者之证之后才可以去解锁，并且是需要用到征服币来购买的，所以这个开销你先不要讲开销的问题啊，你能不能拿到都是一个重点，因为各位也知道征服者之证是很少的，而且你也不能保证你肯定会获得 KVK 胜利，所以究竟有多少个玩家可以拿到这个东西啊这个也是很神奇啊，也不知道了。再来就是 KVK 跳过的系统啊，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点了取消之后，但是他不能被取消，因为现在有上限了，所以之后那些先锋王国他们就不能再逃了。接下来就是之前有提到的，如果你们的王国比较活跃啊，它就会有这个东西存在，它可以举办更加多的活动，那完成任务的玩家呢就可以获得一些奖励之类的。当然它这边的规则也是很长
OK， 这边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要如何获得资源，这些东西呢，全部都要自己的联盟成员去执行了。首先就是摧毁野蛮人，还有野蛮人城寨，捐献资源，监宣联盟科技，收集资源，在驿站那边购买的时候都可以拿到这个资源。那你们完成了这些东西之后，拿到的那些资源呢，都会自动进来这个界面，把你们保存起来。每一天联盟成员都可以贡献20点，某些联盟活动也可以拿到每日军械库资源，这些资源都会自动加入这个联盟军械库。资源获取限制，那这边有给大家一些资源嘛，但是这些资源呢，获得是有上限的，而且能够添加到这个军械库的资源呢，也是只有木材、食物、石料、金币而已，宝石是不包括的。当然你们也可以看到这边呢，其实是有那个流光币，这个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只有达到 VIP 1等级以上的联盟成员才可以捐献。我比较好奇的是有多少人会捐献这个东西那它这个联盟悬赏规则呢，之前有讲到嘛，这个什么赏金功能，发布赏金，联盟领袖也就是 R5 跟顾问可以通过消耗军械库资源发布悬赏金任务，所以联盟成员都可以参加。发布赏金会立刻从这个军械库里面扣除所有需要用到的资源，领取奖励，任何联盟成员都可以接受赏金任务，并在完成赏金目标之后领取相应的奖励。如果你们取消了这个赏金任务，或者是修改日期，做一些其他的修改，没有使用到的军械库资源都会自动归还进来这个军械库里面。资源使用限制，对于每一种类型的资源，最多储存量只有100亿而已，就是讲它这个就是上限了，不能再存更加多的资源。那军械库里面的这些资源呢，不能用于联盟建筑或者是其他的用途。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会想着说，是不是我的 KVK 不够资源啊，去建旗帜可以拿这边的资源来用，是不可以的。至于它的执行方法呢，就是点了加之后，你们可以看到联盟盟主或者是顾问，他们可以选择这些活动啊。像它这边还有一个野蛮人城寨摧毁，然后训练部队，还有联盟建筑之类的。前面的话刚刚就包括击杀敌人，就是这边界面看到的，你可以设置多少的数量，什么时候开始，持续多少的时间，会不会重复，什么类型，数量，还有多少次可以去领取，还有就是治疗。我觉得如果在战斗的时候应该都会开这3个吧，这个还有包括阵亡，只是不确定它一天可以开多少次而已。像如果我们日常的话就打野蛮人比较多嘛，可以开这个活动啊。当你们选择好之后就会变成这样子啊，你可以选择要什么资源，像有一些快要满出来的话就可以先派出去啊，还可以派流光币啊。然后这边规则写的东西跟刚刚讲的差不多，就是如果你们开始了之后就会扣除你那个军械库里面的资源，如果取消或者是更改的话，它就会归还这些资源给回你。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还蛮有趣啊，只是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拿到比较多的资源呢。但如果有一些补偿的话，当然是更好啦。接下来就是关于其他的操作，这个在之前的规则里面也有讲到，就是你们如果要拆除某些建筑物的话，它会有一个冷却时间啊，就跟你讲倒数多久就会拆除掉。那这边说120分钟就是相当于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它的界面就是这个样子，在左下角的位置，这个我就不清楚有没有好处了，这个要问管理层才知道了。那当你们要拆除的时候，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时间倒数，还有多久就会被移除掉，接着也是会收到邮件跟你说在哪一个位置什么时候会拆除掉，这里还有写时间日期，所有东西都在上面。接下来就是我比较期待的，就是官方公告里面有提到我们之后报告查看会更加方便，更加快速便捷了。那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多了一个放大镜的标志，在你们点开了之后就可以去搜索，就比方说那个统帅的技能啊之类的。然后它这边观看的界面呢，就可以给你们看到它触发了多少次，这个应该是讲拿到多少的怒气嘛，然后治疗多少，击杀了多少，它这个技能释放的时候，这看起来还蛮有趣的嘞。而且它是每个技能都有列出来，上面就是写它的总数啊，像这边秦始皇就3000嘛，然后诸葛亮这边就1400。像之前我做记录的时候，我都要开一个列表的记录，然后一个一个慢慢去记录，那会比较麻烦一点。但当然了，如果它可以在记录说
他在哪一个回合释放会更好啦。不过这个可能要看那个详细的战斗日志才知道了。然后他这边就有说成语多少次，像他这边主动技能的话就触发了16次，他的被动技能呢就大概100次、200次、128次、200次这样子。而且不是只有显示技能而已啊，下面还有显示他们的天赋，有哪一个天赋被触发了多少次，怒气啊、治疗啊、击杀了多少的部队，全部都有写出来。像这边就有显示到他这个恢复怒气的技能呢，就拿到了909的怒气，这个拿到了1920的怒气，而且还有包括你的装备军器，天哪这个是真的很好的跟进啊，这个太详细了，写得太清楚了。之后如果我们要做影片那些啊，就会更加方便一点，看得更加详细。接着就是很烦的登录界面，因为有时候你想要登录另外一个账号，但是你目前就登录了你不想要登录的账号。但是现在在更新了之后，它在右上角会有个界面，你们点开了之后，它就会变成这样子，你就不需要等到你的游戏进入之后才切换账号，你可以马上在这个登录界面上切换。下一个就是你们有一些技能啊，如果快要过期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个通知来告诉你们说，你这个效果要没有了哦，你记得要去触发。像它这边就直接给你一个按钮，你点了之后就可以再去开启你想要用到的一些争议之类的。所以这个更新其实也算蛮方便的，尤其是那个扩编啊，我们每一次在 KVK 的时候都要提醒一下自己的队友，你们的扩编要用完了。再来就是新的城市主题啊，这边就有包括 V3到 V1 的城市主题，因为之前出现过 V5 跟 V4 的皮肤了嘛，有一些玩家就说哇很漂亮啊，为什么他们没有？那现在如果你是有开销，但是那个费用没有到这么高的话，也是可以获得这些东西的。像这边就有伤害减免 2%， 那这个城市皮肤看起来还行啦，就看起来有点眼熟啊也是旁边有一些雕像之类的，看来官方他们的设计师已经没有什么创意了，设计出来的皮肤差不多的。至于这个的话，就是离开了城市之后，部队行军速度提升 20%， 持续5分钟。这个效果就在你们结束了战斗之后，或者是进入了其他的城市，又或者它后面没有显示出来，我相信应该就是阵亡了之后就会重置吧，就变回那 20% 的速度提升。只是我不确定它这些争议呢，如果你是有槟榔皮肤的情况下，会不会也有这些效果？那根据之前的更新的话，照理来讲应该也是有的。那这个皮肤看起来就比较像埃及之战的皮肤，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它在暗示你说，如果你想要跑得更快，在埃及之战里面表现得更好，你就应该要换上这个皮肤，或者是拥有这个皮肤，你的速度就会更快，你在埃及之战在奥西里斯联赛里面表现就会更好的意思，有可能是这样子。再来最后一个城市主题，这个就比较像火光的皮肤，可是上面有一个飞毛，这个特效还可以啊，看起来还是挺帅的。但至于这个皮肤呢，它的效果就是可以从英灵殿那边恢复 5% 的阵亡部队，哇，这么厉害的吗？这个城市主题。再来就是这一次新年的城市皮肤啦，这个上面是什么东西来的？青蛙吗？或者是蟾蜍？看起来应该是蟾蜍啊。蟾蜍就是招财或者是可以驱邪的效果，就是在中华文化里面金色蟾蜍是好的意思啦。但是这个城市皮肤的争议的话，就是步兵生命值提升 5%， 采集速度提升 5%。 那看来我们的农场账号又有新的皮肤可以使用了啊。那接下来这一次的新年活动还有这个东西，这个是放烟花，然后又可以拿到那个艾斯梅拉达的那个硬币，然后拿去转那个转盘。但是看到这边应该也是要花钱解锁，当然你不要花钱解锁的话也可以，但是你只是拿到烟花而已，你就没有办法拿到那个许愿币，而且它是持续好几天呢，这边看下来应该是持续7天左右吧。还有就是派红包的活动啊，这个在之前也是出现过，大家应该都知道了。还有这个就是哈利波特转盘、艾斯梅拉达的诸岛拼图的活动，还有包括这个地图的活动，这个也是在之前出现过。你们要通过一些任务拿到这些碎片，拼成一个完整的地图，再派你们的斥候军去探索，拿到一些箱子，里面的奖励也是算不错的。还有最后就是打野蛮人的活动啦，争分夺秒也是可以拿到一些许愿币的。OK， 那么关于这一次的更新，抢先看大致上的内容就是这么多。我个人比较满意的部分呢，还是在这个报告的部分呢。
这个更新改动之后确实会比较方便了，而且可以直接去搜索你想要的部分了。就是你可能想要试一下有一些装备或者是军器会不会被触发，你就可以来这边搜索。我个人觉得是蛮好的更新啊。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啊，至于各位对于这一次的更新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